大家好，最新赛季的拉斯天赋出装第二套来了。本套出装适用于前神话版本喜欢用巫妖、王冕来操作的小伙伴。首先，天赋方面依旧和神话版本一样，主系选择黑暗收割，副系带巫术系的法力流系带加迅捷。这里提一下，迅捷的作用主要是不仅可以加移速，还可以提高装备以及队友带来的移速加成，非常适用于拉克斯这样的低等错英雄，有很大移速提升和走位拉扯的空间。另外，最近新版本修改了第二行、第三行的小符文属性，我们第二行选择法强或者移速，第三行基本可以固定带韧性，也就是我常说的小符文带112或者122。最后我再解释下为什么我不怎么选择带彗星来打对线消耗，方便更多粉丝能真正理解二者的区别。彗星加焦灼消耗厉害，这我当然知道，但是拉斯对线技能没这么好中，对面也不会傻傻的站着让你一直耗，加上现在中单英雄普遍有位移以及移速加成，都比拉斯的容错要高，多朗盾、TP 等手段可以限制消耗，这就造成了彗星在前期消耗收益衰减较大。论稳定性的话，也不如艾里。不知道家人们有没有被一个出多朗盾的刺客在对线期把自己的蓝量榨干，还是耗不动，然后自己先逼回家补状态的经历？我是印象深刻，所以反正都耗不动，那还不如黑暗收割。触发机制简单，而且成长上限高，况且红色系天赋本来就很香。另外就是打消耗比拉克斯厉害的英雄太多了。以上理解之后，我们继续切换场景来解释。第一种情况，对面前期满血，我们在能 A 到的范围内打满一套伤害，彗星和黑暗收割伤害的差距也不大。有人会说电刑，其实电刑能秒的黑暗收割基本也能秒，主要还是依靠平 A 的事，真依赖电刑才能秒的情况太少了。我可能打个几百局才会遇到一次电刑带电刑或者就能秒了的情况。第二种情况，前期远程一套 Q1R， 毫无疑问基本上是电刑和彗星的伤害高这一套打法，但是对面满血的情况能直接秒吗？那肯定不能。既然不能的话，那就没啥区别了，除非经济优势太大，等级拉开或许有点可能性。第三种情况，中后期打伤害，这个时间点装备基本都是3件套左右起步了，更多依靠的是经济和等级差，该能秒的敌方脆皮带啥符文基本都一样能秒，不能秒的，比如对面出了些魔抗装备或者等级和你一样高，那肯定也还是不能秒。说白了就是符文差距不大，但是黑暗收割无上限，并且新装备残役也可以触发，这点就很方便。这样下来对比介绍完应该就很好理解了，可以反复观看几遍，肯定对喜欢玩拉斯的小可爱们有很大帮助的。接下来是装备选择，出门装正常多蓝戒加2红出门，对线期尽量叠满法力流系带，这样就不会特别缺蓝了。然后第一波回家，如果金额有1500以上的话，优先法穿鞋加杀人戒。如果钱不够，这2个装备同时出，那我们可以选择300的小鞋子、杀人戒、小黄书。在法穿鞋出完之后，根据个人情况看缺不缺蓝，如果缺蓝就优先出仪式的章节，再出巫妖；如果不缺蓝，直接发电机合成巫妖。下一件装备我们选择舒瑞亚的战歌，这装备我们可以近似等于神话版本的王冕，只不过没有减伤效果，但是属性效果好，有移速回蓝，价格便宜，非常契合巫妖。这个装备只要不被削太惨，基本就可以一直出了，实在太好用。然后就杀人书、残役、帽子，在这里我们就是6神装了。杀人书25层的话，法强800以上不在话下。另外说一下装备之间可以替换的，神装之后法穿鞋可以考虑换成虚空，杀人书如果叠不起来，也可以直接卖了出虚空。假如对面有刺客或者强开钩子之类的英雄，比如狮子狗啊、螳螂、石头人、机器人这样，也可以选择出中亚保命或者女妖，蓝量够用可以残役去换，队友不缺输入的话，可以去帽子去换这个中亚或者女妖。本期第2期的出装思路及天赋就是这样，后续我也会研究更多的出装和相应天赋，有好的继续发布。另外再说一下，巫妖有个隐藏的属性，可能很多粉丝还不知道，这能在可用状态下提供50%的攻击速度，用来排眼超级舒服。具体巫妖的使用方法可以跳转往期的13.17中单拉斯加强，这个视频结尾我有介绍巫妖的一些玩法。